回国那天，圈内好友给我办了一个接风宴，酒过三巡，包厢里笑声一片。有人推门进来，下一刻，融洽的气氛骤然凝固。来人正是我的前未婚夫和他的女朋友。我偏头看去，撞上一双熟悉冷峭的眸子里，基于视线停在我身上的时间有些长，导致他身后的温满脸色渐渐的难看起来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有人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神情。我短暂的愣神之后，自然的抬手招呼他们入座。来了，坐吧。仿佛3年前的局语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基于神情复杂一瞬，似乎欲言又止，但最终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。温满坐在他旁边，竭力保持着得体的笑容，却难掩僵硬。众人心照不宣，投向他的目光隐含讥讽。我将他拉出泥潭，资助他上学，他却抢了我未婚夫。这种白眼狼，谁能看得上呢？这些年我家的产业飞速发展，隐隐的有盖过济世的意味。在场心思活络的人，不管是出于为我出气，还是利益方面的考量，推杯换盏间都不约而同的孤立了温满，让他如同隐形人。他求助般的看向鲫鱼，他却一反常态的沉默不语。一股伴随着打量的视线若有若无的落在我身上，即使是昏暗的灯光，也遮不住温满紧绷到发白的脸色。我欣赏够了，慢条斯理的举起杯子替他解围。你们2个来晚了，自罚3杯，没意见吧？别想蒙混过关，这可是规矩。话音刚落，众人神色各异一瞬，却飞快的接话。对，今天乔南回国，别扫兴啊。鲫鱼没说什么，利落的干了3杯。万古一转，酒杯倒悬，一滴不剩。视线相对，仿佛也是为3年前那件事向我赔罪。我微微一笑，看向温满，他端起酒杯，扯了扯嘴角，却不敢跟我对视。我想跟他碰杯，他却像是躲避洪水猛兽般猛地一抖，酒杯砸落在地。其他人看不下去了。不是老纪，你这女朋友怎么回事？乔姐不计前嫌，她还甩上脸子了，来给我们找不痛快。鲫鱼看了他一眼，抿唇不悦，却还是出言维护。满满也不是故意的，差不多行了。温满垂着头轻声道歉，眼眶泛红，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一样。朋友中有跟季家没有利益合作的，当场就要发飙。我这暴脾气。我拦住他，笑容和善。大家都是朋友，这么点小事不至于。之前的事早就翻篇了，不要再提了。我看向鲫鱼和温满，仰头喝了杯酒，目露安抚。鲫鱼脸色缓和下来，眼底有了笑意。众人了然，这是一笑泯恩仇了。于是气氛又热络起来。途中，我去露台吹风散了散酒气，身后传来鲫鱼略微沙哑的声音。这3年过得怎么样？风拂过我的发丝，硬是营造出了一眼万年的重逢感。我转过头，没有错过鲫鱼眼底一闪而过的惊艳和复杂。喝了那么多酒，你的胃还受得了吗？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先关心他的身体。鲫鱼下意识地捂了下胃，神情竟然有一瞬间的恍惚。他一直都有胃病，而且十分挑食。当初我花了1年摸清他的口味，打造了一份专属于他的营养菜谱，每天盯着他认真吃饭，包里随时准备好了他常用的胃药和健康零食，可还是败给了那个会带他吃路边摊的女孩。鲫鱼连起眉眼间的异样，神情复杂的望向我。你不恨我吗？我摇摇头，都过去了。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矛盾。况且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买卖不成仁义在。鲫鱼失笑，气氛无形中自然了许多。他打趣道，你倒是大度了不少。我也笑，我们只是不适合做情侣，又不是不适合做朋友，对吧？其实3年前我和鲫鱼退婚之后，2家的关系就变得岌岌可危，这3年更是针锋相对，直接从准亲家变成了商业对头，明争暗斗。现在圈里人都知道我爸妈爱女如命，也惊叹于我家的发展势头。不少掌权者纷纷对小辈耳提面命，能跟我搞好关系最好，强求不了也千万不要惹我。一回国，不少陌生的好友从各个犄角旮旯涌出来，邀约不断，多鲫鱼一个也不多。更何况2家确实没必要闹到这种地步。相信鲫鱼今天来我的接风宴，未尝没有家人让他来缓和关系的意思。毕竟季家树大招风，疲态渐显，没必要再多一个强大的对手。听出我话中的意思，鲫鱼眉头舒展开来。他走到我旁边，我们一正一反的倚着栏杆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了这3年的变化和见闻。
势均力敌的气场格外融洽轻松。余光里，拐角处有一片白色的裙摆闪过，我勾了勾唇，未来的一段时间想必会非常有趣。那天说开之后，鲫鱼联系我的频率高了不少。他找我要当初的营养餐菜谱，我悉数告诉他，还仔仔细细的叮嘱他一些细节，要他注意身体。鲫鱼表面嫌我麻烦，可话语中的暖意却怎么都压不下去。回国后我没有急着进公司，而是用这珍贵的闲暇时光去重游故地。一时间我的朋友圈满是旧人、旧地、旧事。当然，我和鲫鱼10多岁就认识了，这些就是有多少跟他相关呢？数不清的。我都怀疑他一天到晚都在盯着我的朋友圈，总是第一时间给我点赞评论。教导主任果然还是秃顶了啊！这只橘猫是我们当初喂的那只吗？居然还没毕业。我记得我们还在这棵古树上绑了红绳许愿，你当初死活不肯给我看。这些评论和消息我偶尔挑一些无关痛痒的回，隐隐过界的只是一笑置之。某男星的新女友直播中肆意批判经典老歌，其中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竟然被他评价猥琐。我当晚在朋友圈发了这首歌，几分钟后鲫鱼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语气掩不住的愠怒。鲫鱼不追星，但是这个歌手的演唱会他场场不落，足以说明他有多喜欢这首歌。我静静的听他吐槽，时不时的附和安抚，一眨眼竟然打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，直到那头传来温婉的声音，阿鱼，还没工作结束吗？鲫鱼顿了一瞬，却没挂断电话，语气有些不悦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温婉语气拔高，带着一丝质问，你又在跟他打电话是不是？听到这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毕竟接下来就是别人的家务事了，我一个外人总不好掺和。我轻轻的哼着歌，目光落在墙上的挂钟上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敲击着桌面。3分钟后，鲫鱼又打了过来，他语气染上了淡淡疲惫，对不起啊，楠楠，牵连你了。我轻声说，没关系的，我了解温婉，他心思敏感，你多陪陪他，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就好了。顿了顿，我又补充，我们的关系毕竟有些微妙，他不喜欢我也是正常的，以后还是保持些距离吧。鲫鱼沉默几秒，掩饰的很好的不耐烦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我给他的安全感还不够吗？是他不知足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挑了挑眉，这几年我人在国外，却对国内的情况了如指掌。退婚后，鲫鱼跪了好几天，不吃不喝的强迫家里人接纳温婉，而温婉天天守在季家别墅大门口，哭肿了眼睛，只求见鲫鱼一面。为爱反抗的大少爷和坚韧不拔的小白花双向奔赴，季家终于松口，两人成功的打破一切阻碍在一起。偶像剧照进现实，一度成为圈内人津津乐道的谈资。说起来的时候还要假惺惺的抹一抹眼角，真是感天动地的爱情啊！快看看未婚夫外面有没有真爱，赶紧给人家让路。可是偶像剧结局之后才是现实生活的开始，两家合作破灭，季家舍不得怪儿子，总得有个人来承受怒火吧。于是他们对温婉就戴了有色眼镜，横挑鼻子竖挑眼。既然想攀高枝，就得老老实实的学规矩礼仪，在家相夫教子。工作不许去，赚那几个钱给季家丢人现眼吗？参加宴会，想得美，让别人耻笑我们家让白眼狼小三上位吗？当时刚刚毕业的温婉还没在工作上闯出一片天，证明自己配得上鲫鱼，就被迫为了爱情断送了工作晋升的道路。好在鲫鱼说会永远爱他，于是他心甘情愿的成为他背后的女人。至于前途什么的，哪有当季太太重要？于是他只能将鲫鱼牢牢的攥在手心里，但凡他身边出现任何异性，他都要生气。1次2次是情趣，次数多了就惹人厌烦了。荷尔蒙作祟的爱情，哪敌得过亘古不变的人心？我叹了口气，看向我另一个资助的对象李婉。现在他已经成了我的助理，你能理解他的做法吗？李婉神情冷漠，闻言更是闪过一丝厌恶。我永远理解不了，明明前途在望，却转眼把一切压在一个男人虚无缥缈的爱意上。我若有所思，温婉和他家人是不是很久没见了啊？李婉点头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这次电话过后，我和鲫鱼拉近的关系似乎一瞬间又打回原形。我很少再回他发的消息和电话，他传的局我也会刻意避开。这落差让鲫鱼一下子慌了神，他找到李婉，试图见我一面。李婉叹了口气，你还不知道吧？
网上有人给老板泼脏水，各种难听的谣言满天飞。老板的抑郁症又发作了，我们夫人强制送他去了疗养院。季瑜愣住了，干涩的声音似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。什么抑郁症？李婉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脸上闪过一丝为难。抱歉，我不能说。季瑜只能请求李婉带他去一趟乔家。自从3年前退婚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来过，我爸妈也根本不会让他进门。李婉驱车带他回家的路上，透过车前镜看到他正在搜索网上的消息，眉头锁得越来越紧，脸色越来越紧绷。某平台上一个某某账号将我的信息PO出来，指控我是介入季瑜和温满的小三。回国后就打着朋友名义没有边界感的缠着季瑜，还拍下了那天接风宴我和季瑜在露台上说话的照片，角度找得十分亲密。一时间网上骂声一片，汉字表、倒贴名媛等难听言论层出不穷，不少朋友为我打抱不平，众人心知肚明这是谁的手笔，问我要不要澄清反击回去。我只是惨然一笑，算了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我不想追究了。这样一对比，我又是被抢走了未婚夫，还被倒打一耙泼脏水，就这样还不打算报复，连圣母玛利亚都自愧不如。众人调侃归调侃，但我妥妥地占据了道德制高点。舆论的火焰烧得越高，对我和乔家就越好。我生怕烧不起来，甚至还暗中添了一把火。现在该走下一步了。季瑜到我家之后，我妈脸色难看的赶他走。我女儿一遇到你就倒霉，赶紧给我滚。她不停的道歉，甚至红了眼眶，只想见我一面。江姨，楠楠是不是因为我才得了抑郁症？求您让我见她一面吧，不然我不放心。我妈眼底划过冷意，面上却无奈的叹息。算了，儿女都是债，你去见见她吧。她说了疗养院的地址后，季瑜就迫不及待的往外走。我妈跟李婉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后者机不可察的点头，跟着她出去了。一路上，李婉绘声绘色告诉她我在国外的抑郁症有多严重，简直像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，几次想轻生，幸亏被及时发现。季瑜侧头看向窗外，车窗倒映出他微红的双眼。当他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，呆呆地坐在床上，目光停留在窗外的飞鸟上。阳光在我的脸上晕开，有一种破碎的美感。季瑜放在身侧的手微不可察地紧了紧。他试探出声，楠楠。我瞬间僵硬，诧异又慌乱。你怎么来了？季瑜表情无奈。生病怎么不告诉我？我毫不在意地笑了笑。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妈就是小题大做。季瑜视线微微垂落，似乎不敢看我。你的抑郁症是不是因为我？我打断他，好无聊，手机被收走了，我妈还派李婉来盯着我。要不你带我出去玩吧？我难得露出这种祈求撒娇的姿态。一时间，季瑜几乎呆愣在了原地，喉间微动。我挥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蹙眉不满。行不行啊？他轻咳一声，清俊的脸上泛开红晕，柔和了眉眼间的成熟冷峻，仿佛变回了青春期那个毛头小子。楠楠，你身体需要休养。我把头扭到一边不说话了。季瑜失笑，找借口引开李婉，我趁机跑了出去。为了防止李婉跟上来，季瑜驱车带我去了一处位于深巷里的小吃街。我眼睛一亮，季瑜你可以啊，怎么找到这种地方的？他眸光微闪，避开了我的目光。偶然间路过，我没有追问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是他和温满定情的地方，基本上算是独属于他们两人甜蜜的回忆了。现在看来，他们的感情也并不是坚不可摧啊。我很少来这些地方，看什么都很稀奇，一会儿想吃炸的金黄酥脆的狼牙土豆，一会儿又馋对面的臭豆腐。没过一会儿，季瑜手里就提了好几袋小吃，而我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，正津津有味的往嘴里放，结果被酸得龇牙咧嘴。季瑜笑出了声，眉眼间闪过久违的放松和新鲜。你不是不爱吃这些吗？小心拉肚子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谁说我不爱吃的？接着想到什么，又不好意思的红了脸，声音低了下来。以前是在你面前装成这样的。季瑜一愣，什么？我破罐子破摔似的，在江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其实以前每个假期，我骗你说我去了国外的夏令营和冬令营，实际上是跟爸妈去各个山区做慈善。我爸妈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，做出一番事业后就想回馈社会。他们怕我养成公主病，就天天带着我忆苦思甜。我也确实跟乡下的孩子打成了一片，跟个皮猴子似的爬树摸鱼。别说这些了，
我还喜欢吃小卖部的辣条和口香糖，会送贴纸的那种。说起往事，我的眼里熠熠生辉。鲫鱼深深地注视着我，神色温柔。这有什么好骗我的？我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。你是大少爷，我怕你觉得我小家子气，是个小土妞，我也是好面子的嘛。而且你胃不好，我监督你吃饭，肯定要以身作则啊。鲫鱼的低笑戛然而止，他深深地看着我，表情复杂，黑眸中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。在他开口前，我释然地舒出一口气，笑得灿烂。不过我们现在是朋友了，以前说不出口的话反而能说出来了。夕阳化作碎金洒在江面，美得格外壮阔。我站起身，微微一笑，该回去了。鲫鱼开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，一路无话。安静昏暗的环境能让人放松，但对心里装着事的人恰恰相反。我偏头对着车窗，恰好能透过玻璃观察到鲫鱼的神情，眉头紧锁，坐立不安。我耐心地等着他开口。果然，不到片刻，他斟酌着说，当初你救下我。声音渐弱，似乎不知道怎么问出口。我知道他要问什么。大概是初中的时候，鲫鱼因为打伤了人，暑假被送到老家。季家似乎规矩十分严明，犯错的小辈要在祖祠里跪着思过。我恰好跟爸妈去当地做慈善。那次接连3天暴雨，山体滑坡，导致季家祖祠被淹。我偶尔会去那一块转悠，试图跟鲫鱼偶遇，竟然目睹了这一场自然灾害。我当机立断地打了救援电话，跟着赶来的季家人冒雨一起徒手挖土，找被埋在下面的鲫鱼。救出他时，他虚弱地睁开眼，对上我同样狼狈的面容。太好了，鲫鱼同学，你没事。他是从这一刻开始正式接纳我的。从这之后，季家停止对我爸的打压，并给我和鲫鱼结了亲。乔氏得以快速发展到隐隐跟季家齐头并进的程度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却没想到会出现温满这个变故。当时我撞到他们暧昧亲昵的动作，无比愤怒，口不择言。温满是故意接近你的？鲫鱼表情冷漠地盯着我，意有所指。你就吓我就不是意有所图吗？我看向温满，他瑟缩着垂下眼，鲫鱼将他护进怀里，扬长而去。有些话还得是跟我亲近的人说才有可信度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提了退婚，决意要跟温满在一起。果然，这件事一直是鲫鱼心口的一根刺，现在到时机拔掉了。我偏头看向鲫鱼，目光隐含悲伤。我当然是刻意接近你的。他握紧了方向盘，用力到指节隐隐泛白。因为我喜欢你。一个急刹，车停在了路边。鲫鱼猛地转头看向我时，我眼角的一滴清泪顺势滑落。我知道那次你打伤的那个人是霸凌者，你一直都是富有正义感的人，而我喜欢的也是这样的你。那次跟爸妈去山区做慈善，恰好遇到你，我很开心，以为老天爷都在帮我。我抑制住哽咽的哭腔，勉强的朝他笑笑。鲫鱼红了眼角，他小心翼翼的握住我的手，弓腰将眉心贴了上去。对不起，楠楠，我不知道。温热的液体滑落到手心，引起一阵酥麻。我缓慢却坚定的抽回手，温和的对上他茫然无措的目光。遇上一个真心相爱的人不容易，要好好珍惜。温满是你在乎的人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追究他的责任，你也不要怪他，他只是太爱你了。鲫鱼眼底闪过动容和愧疚。我不是来帮他说情的，你不用这样受委屈。我扑哧一笑，不管怎样，我今天玩得很开心，就当你替他补偿我了。鲫鱼看向我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温柔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看向后视镜里跟了一天的车，唇畔的弧度愈来愈深。当回忆不再独特，当引以为傲的真诚有了污点，当白月光再次皎洁无瑕时，他该如何自处呢？从疗养院出来之后，我就开始以副总的身份正式进入集团工作。出国这3年，我实际上是去海外分公司历练，不仅盘活了濒临破产的旗下产业，接手的项目利润都十分可观，财务报表更是一年比一年漂亮。乔氏里的元老对我的能力和手腕都一致认可。我爸嘴上谦虚说我还要多历练几年，实际上都买好退休的钓鱼装备了。我一边忙着接手工作，一边让李婉汇报鲫鱼和温满的情况。两人固若金汤的感情似乎出现了裂痕，好几次不欢而散，共有的聚会也没再出现温满的身影。鲫鱼连2人的公寓都不回了，直接住回了季家别墅。继母也最近被找上门来的温满父母弄得头疼，没有我的插手后，温家人很快找了上来。
知道女儿掉了个金龟婿后，更是像狗皮膏药一样的赖在季家门口不肯走。狮子大开口，索要天价彩礼，还得给温满弟弟买房买车。我妈说继母都没脸去参加傅太太下午茶聚会了，一肚子气没处撒，看到温满哭哭啼啼的脸就烦。继父体面了一辈子，更是气得差点跟季瑜断绝父子关系，指着温满鼻子骂，把他贬得一无是处。温满难堪极了，脸色煞白，渴望季瑜像往常一样帮他说话。令他震惊崩溃的是，这次季瑜一言不发，脸色冷漠似冰。我爸转动手里的佛珠，语气平淡，季家上下现在乱成一锅粥了，真是造孽啊。我妈吹了吹热茶，看来温满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原生家庭的伤了，可怜啊。我有些无语，收起你们脸上的幸灾乐祸吧。三人对视一眼，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想起了回国那天，我们聚在书房开会，我爸转动茶杯，悠悠道：第一步，以退为进，远香近臭，3年时间足以冲淡一切不愉快，潜意识里让他怀念起你的好，习惯成自然，不是说笑的。这些年你们的经历和默契不是什么人都能代替的，随便一首歌，一个场景都能让他想起你的脸，即使他们爱得再深，他心底的某个角落一定属于你。我妈轻抚翡翠耳坠，语调拉长。第二步，人无我有，人有我绝。逛路边摊可不是小白花和太子爷的专利，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山珍海味吃多了，有一天吃到了猪食，还以为是什么绝世美味呢。菜吃个新鲜，人也是一样，当季瑜发现你既能陪他吃山珍海味，又能陪他吃清粥小菜，他还会想着那一碗猪食吗？这第三步就是最老套也最有用的欲擒故纵了，得让他产生危机感，做出最后的选择啊。当季瑜终于找到机会约我出来时，我刚结束一场相亲，一到咖啡馆就生无可恋，毫无形象的后仰。我爸妈疯了，非要逼我今年之内结婚。季瑜唇边弧度有些僵硬，怎么这么急？他们马上退休了，想含饴弄孙呗。想到什么，我猛地拉近跟季瑜的距离。要不然，他喉结滑动，放在腿上的双手悄然握紧。你身边有没有长得帅又品行不错的兄弟？给我介绍一下呗。季瑜紧绷的神色空白一瞬，随即黑了脸。你要说的就是这个？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。我摊开手，语气无奈。没办法，相亲太浪费时间了，而且都不是很合得来。季瑜莫名的松了一口气，抬眼时却发现我正注视着他，语调漫不经心的拖长。你刚刚以为我想说什么？季瑜败下阵来，轻咳一声移开视线，露出泛红的耳尖。没什么。我好笑的提醒他。你大衣口袋里的手机屏幕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亮，是温满给你打电话了吗？要不然你先回去吧。提到温满，季瑜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淡了下来。他拿起手机挂断，表情淡漠。骚扰电话而已。我微微一笑，声音更加柔和。骚扰电话会一直打吗？我也或多或少知道你们最近闹了矛盾，那样的家人也不是温满能选择的，你别跟他置气。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开呢？温满本来就是敏感自卑的性子，不好好沟通就会产生误会。说到这里，我表情有些低落。高中时有一套数学卷子特别难，我研究了好久才做完，就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到温满和李婉的，可能是我的态度有些高高在上了。温满突然就抹着眼泪跑出去了，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说错话了，才导致他这么讨厌我。季瑜皱着眉听完，陷入回忆中，表情越来越难看。他语气冷硬，你有什么错？让他衣食无忧的跟我们上同一所学校，还花时间教他，他自己玻璃心又自命清高，觉得谁都看不起他，有本事别接受资助自力更生啊，这副做派给谁看？我没稍微挑，这句话包含的信息可不少啊。显然他想起了这段回忆。当时温满是看到季瑜出现在门口，觉得我在他面前故意嘲讽他笨，他在暗恋对象面前自尊心受挫，这才跑到花园暗自垂泪。明媚的阳光下，蝴蝶翩跹，少年少女隔空相望。我站在2楼静静地欣赏这幅美妙的画卷，这也是他们命运纠缠的起点。李婉适时地给我发来了信息，温满已离开。我轻轻地弯起唇角，欲让其灭亡，先让其疯狂。亲耳听到自己放弃前途和自尊也要选择的爱人竟然这么评价他，他是会毅然决然的割席离开，还是痛心之余更加牢牢的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和浮木？我很期待。几天后，温满怀孕，
季家即将让二人订婚的好消息传来。能这么顺利，是因为温家人安分了下来，又是说好话，又是道歉。季家人只能捏着鼻子让这事翻篇了。不知道是高人提点还是他们学聪明了，闹了一通之后发现什么都拿不到，于是转头去找温满打感情牌，说一些娘家人在才好给他撑腰之类的话，让孤立无援满腹委屈的温满久违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我爸正在喂池子里的锦鲤，闻言头也不抬，他就这样原谅曾经想把他卖给老光棍的家人了，不仅和解了，还让他们在京市安了家，上演相亲相爱一家人。我妈嗤笑一声，眼底划过一丝嘲弄。远香近臭这个道理是通用的，毕竟血浓于水，10多年不见，再多愁再多怨也被时间冲淡了。尤其是在外人面前受了委屈，潜意识里反而会浮现出家人的好来。在我们的保护下，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家人为了利益有多无下限。我再次按掉基于打过来的电话，眉眼舒展开来。很快就到了我的生日宴，我正式进入集团后的第一次亮相。为了拓展交接人脉与牵头合作，当然是大办特办。这天，乔瑜和温满也来了，他们挽着手站在一起，倒也称得上一对璧人。我遥遥地向他们举了举杯，就去招待其他客人了。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。我穿着简约大气的白色礼裙，落落大方地跟各个老总谈笑风生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总有一道存在感极强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我回望过去，微微一笑，季瑜眼中瞬间迸发出亮光，下意识地朝我走来。温满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被带得猛地往前一步，跟举着托盘的服务生撞了个满怀。一声惊呼声吸引了众宾客的注意，托盘里的酒杯碎了一地，温满粉色鱼尾裙摆上满是酒渍。一时间，温满狼狈又局促地僵在原地。众人自然是认得季瑜的，看到温满此刻的模样，纷纷撇嘴，轻声交头接耳。见不得台面小家子气，真是瞎了眼，这些话进了耳朵。温满脸色又红又白，咬着唇浑身发抖。季瑜也表情难看，甚至没有看他一眼。我听得差不多了之后，走上前解围，体面又温和的表示要带温满上楼换一套衣服。众人顿时看我的眼神更加欣赏了。季瑜紧绷的神情松懈下来，眉宇间夹杂着愧疚和无奈，看向我的眼神却不掩灼热。楠楠，坏了你的生日宴气氛，道歉啊。他没注意到旁边的温满死死地咬着唇，眼眶通红。我摇摇头，小事而已。他还想说些什么，我转身带着温满离开。到了更衣室，温满倏然抬头看我，看到我现在这样，你很得意吧？我好笑地看着他，你在说什么？温满冷笑，你这高高在上的模样真是令人作呕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不就是投了个好胎生在豪门，除了仗势欺人，你还会什么？你不会感到羞愧吗？我叹了口气，不是你弱你就有理的。我爸妈从一无所有，一步步靠自己的努力有了今天的成就，而我作为他们的孩子，继承并努力扩大他们打下的基业，我为什么要感到羞愧？倒是你明明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人生赢家，为什么非要为了一个男人断送自己的前程？这也是我最不解的地方。我们就是在某个山村做慈善的时候遇到的温满，那时他才13岁，被温父和老光棍拖在地上，他眼底的绝望和不甘是如此浓烈。我们报了警，他哭着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儿的求我们带他走。他不想在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小山村蹉跎一生。李婉跟他境遇相似，但他目标清晰，脸上的坚毅更是令人心惊。他说，知识改变命运，我要读书，为自己挣出一片天。我同时资助了他们两个，对温满是同情，对李婉是动容，但我从不干涉他们的任何决定和想法。若干年后，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。温满攥紧了手，神情极度愤怒，眼泪悬在眼眶里。我最讨厌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语气，仿佛我选择爱情是什么天大的过错。乔瑜是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，他是我的救赎，我喜欢他有错吗？你资助了我，我就得听你的摆布吗？是，我是抢走了你的未婚夫，你不知道吧？乔瑜跟我一样厌恶你这游刃有余的高姿态，你所谓的资助不过是一种施舍和伪善罢了，令人恶心。我笑出了声，花钱供你上学，给你最好的资源条件，花费时间教你，这就是摆布你了？你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，那你为什么不拒绝资助呢？片刻，他脸上怒意更深，眼里甚至渗出怨恨。是，
你仗着我只能依靠你，所以刻意阻止我和季瑜相处，不允许我靠近他，这难道不是摆布吗？当然不是，甚至你们的红线就是我暗自牵的。我淡笑不语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季瑜对你好你就觉得是救赎，我对你好就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呢？是因为他比我多长了个东西吗？温满愣了一瞬，随即脸上闪过一丝难堪，咬着牙说，他真心对我，你不过是用我来展现你的善良，衬托你的要义而已。我打断了他，神情变得无比悲伤，喃喃道，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。下一秒我晕了过去，温满顿时六神无主的僵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门被人急匆匆的撞开。喃喃，这是季瑜紧张急促的喊声。老板这是受刺激抑郁症发作了。这是李婉的声音，后面还跟着不少杂乱的脚步声。季瑜把我打横抱起，寒声质问温满，你又对楠楠说什么了？我没有。李婉，我隐隐听到抢走未婚夫、报复、施舍等字眼。温满声音陡然尖锐，李婉的话怎么能信？他受乔南资助，又在他手下工作，肯定向着他。话音刚落，众人沉默了。李婉冷笑一声，你也受过老板恩惠，为什么就能做出抢他未婚夫，又在网上抹黑他的事呢？这话一出，顿时哗然声一片，谩骂声、唾弃声都朝温满涌去，他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。我听到我爸的怒斥声，季瑜，你一再纵容你的未婚妻挑衅污蔑我女儿是什么意思？真当我们乔家好欺负？季瑜抱着我的手紧了紧，却没有放下我。他歉疚的开口，对不起伯父，等楠楠醒了我会向他赔罪。至于温满，我和他的订婚取消，网上的谣言我也会一五一十的澄清，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扑通一声，温满呆滞的跌落在地，他紧紧的拽住季瑜的衣袖，声音恐惧又颤抖。我错了，阿瑜，我向他道歉，我们的孩子你不管了吗？季瑜声音冷漠，打掉。说着头也不回的抱着我往外走。李婉紧随其后，开车带我去了那家熟悉的私人疗养院。昏睡期间，我一直在思考跟温满的对话，真心和假意又是怎么算的呢？我想起网上有一篇帖子，资助人资助的女孩一毕业就要嫁人当全职主妇，她感到心情复杂。婚姻本质上是双方的一场合作，要想长久就得势均力敌，要谋爱先谋生。明明有这么多前车之鉴，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？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人倒也不是选择爱情，而是选择了阶级跃升的捷径。我跟随父母走过无数山路，大路18弯，置身其中，仿佛终点遥遥无期。这就有了小路的存在。小路虽然缩短了距离，却陡峭难行，荆棘遍布，一不注意就会滑倒跌伤。温满字字句句都是嫉恨我生在罗马，自视甚高，不甘平凡。通过抢走季瑜来获得优越感，证明他终于赢过了我，还义正辞严地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，甚至骗过了自己。季瑜不仅是他必须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，还是他唯一的战利品。在他眼里，失去他，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温满选择了走小路，自然要承受狡猾的风险，是完好无损还是粉身碎骨，这就不由人了。醒来之后，我茫然地看向守在床边的季瑜，他眸光灿亮，喜悦冲淡了眉眼间的几分疲惫。楠楠，你醒了。季瑜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在我愕然的表情中，他牵过我的手，眷恋地贴在脸上，哑声说，楠楠，我后悔了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我缓缓地抽出手，扭头看向窗外，却依旧不可抑制地红了眼。没什么原不原谅的，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你马上就要跟温满结婚。季瑜语调急促，我不会跟他结婚。直到现在我才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他以前故意引导我误会你，现在又因为嫉妒肆意在网上造谣你。你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他又是怎么回报你的？将农夫与蛇演绎的淋漓尽致，我绝对不会跟这种人共度余生。楠楠，是我识人不清，看不清自己的心，你怪我也是应该的。明明你才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我们才该是一对。我抿唇不语，闭上眼，一滴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既像委屈又似悲怆。如果不是他给了机会，温满又怎么能得逞呢？男人啊，爱你时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捧来给你，不爱了就用最伤人的语气往你痛处上戳，仿佛自己一点过错都没有。季瑜没看到我唇角讥讽的弧度，只当我委屈过了头，脸上反而闪过了不易察觉的希冀。他语气更加柔和，
楠楠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这段时间我们就待在这里好不好？别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说完，他当着我的面关掉了消息不断的手机，释然般轻轻的呼出一口气，俨然把这里当成了世外桃源。良久，我朝他笑了笑，眸光微闪。好。季瑜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逃避的时候，外面变天了。我爸联合几家龙头企业疯狂地狙击季氏，而季氏也被爆出了偷税漏税、工地出事、恶意竞争等各种惊人丑闻。季氏是做房地产发家的，不少工程项目因不规范操作出过事、死过人，都被有权有势的继父压下来了。但我爸是谁？有名的慈善家，资助的苦命人多了去了。有几个想拿到证据报复季家很正常。在季家市值蒸发大半，又深陷舆论风波焦头烂额之际，我爸在股市上大捞了一笔，开开心心的准备过年。当李婉杨纯叫我回家的时候，我正在跟季瑜堆雪人。这段时间他前所未有的轻松，每天都跟我有聊不完的话题。他温柔的替我遮风，修长的手冻得通红，从地上捡了2颗小石子递给我，还差2只眼睛就完成了。我含笑的看着他，却没有接。季瑜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怎么啦？下一秒，我在他惊愕的视线中一脚踢飞了雪人的头，唇角上扬，露出了一个堪称恶劣的笑。不好意思，游戏结束了。季瑜僵在原地，薄唇轻颤。楠楠，我拢了拢大衣，抬脚朝外走去，留下一个毫不留恋的背影和李婉意味深长的神情。我随意的挥了挥手，以后见面请叫我乔总。烂船还有3000钉。季氏虽然元气大伤，但这么的庞然大物倒也没这么容易倒。我爸儒雅的脸上波澜不惊，撕下他这么大一块肉已经够了，季氏往后构不成威胁。况且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季明德完了。季明德就是继父，在我爸创业小有所成的时候，各种给他使绊子，酒局上更是当着众老总的面明里暗里的践踏他的尊严，甚至我妈言语轻佻，像对货物一样评头论足，这是我爸的逆鳞，所以这个仇就结下了。这一天，从我就下季瑜开始，就算计好了。我们全家都是有恩必偿、有仇必报的人。我爸从小就教我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跟我们家交好的一个风水学先生也说，如果一个人害你，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抢走了你的气运，报复回来也是夺回气运的过程，有来有往，这才是平衡。如果每次都窝囊忍耐，那么气运会越来越弱，到最后谁都能来踩你一脚。所以我向来睚眦必报。我妈精致的脸上满是笑意。是啊，说来还多亏了温满。我含笑的点头。要不是没有3年前基于大张旗鼓的为他退婚的事，我们家还没法名正言顺的跟季家撕破脸。再加上他在网上散播我的谣言愈演愈烈，温父温母得知季瑜因为我拒绝跟温满订婚后，急得团团转。之后在高人指点下，开直播发视频哭诉我抢他们女儿的未婚夫。这2件事连在一起后，舆论被煽动到了最高点。而季瑜在这时亲自下场澄清，把我资助温满以及后来的事全盘托出。圈内好友也纷纷开始作证爆料，网友开始深扒我的社交痕迹，结果越扒越有，翻出来的全是我的慈善事迹，风向瞬间2极反转。一时间，网友对乔氏的好感度到达最高点，股价一路长红，而温家人也遭到了舆论的强烈反噬，尤其是温满，直接被宣判社会性死亡。再次看到季瑜和温满是在一次商业晚会上，季家父子已经被逐出了董事会，季瑜彻底被抛弃了。出于各种利益考量，他再也没有出头的可能，彻底一无所有。今天他是求了曾经的朋友才拿到邀请函来见我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季瑜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，脸色憔悴，周身散发着颓败的气息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眶通红。你一直在骗我。我摇摇头，我说喜欢过你，是真的。他表情一顿，泛白的唇微动。一开始接近他确实是出于利益，可随着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心动渐渐不再受理智控制，直到他的视线开始在温满身上流连。被2个亲近的人同时背叛，我如梦初醒，枯坐一夜后及时抽身，并顺势而为。楠楠，季瑜的眼底溢出水光，他下意识的想牵我的手，我微笑着避过，
看向他身后满脸怨恨的温满。人啊，还是不能太贪心。温满也不装了，气得浑身颤抖。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吧？乔南，你个贱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静静地望着他。是啊，当初救下你，可能我的报应就注定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帮一个懂得感恩的好人，叫善人结善缘，帮助一个恶人度过节点，因果报应会应验在自己身上。我现在深以为然。温满听到这句话，怔愣了一瞬。我收了笑，凑近他。就像母亲不能接受自己胯下生出刺向自己的尖刀，我也不能接受我的善意喂给了背后反咬我一口的白眼狼。你觉得我伪善也好，高高在上也罢，但我救了你是事实，供养你也是事实。既然你恩将仇报，凭什么觉得我会放过你？我拍了拍他僵硬的肩膀，温满的胳膊瞬间起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。他似乎终于感到恐惧，颤动的瞳孔渐渐的被泪水模糊。下一瞬，我又笑得毫无阴霾。好啦，带着你的战利品去赚奶粉钱吧，一定要百年好合，纠缠到死啊！基于彻底失势后，多的是落井下石的人。他和温满成了近期聚会上热火朝天的谈资。基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天天酗酒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还是跟温满结了婚。众人一时间唏嘘不已，感叹这莫非真是真爱？我淡笑不语。当初温家人闹成那样，都把季家的脸面往地上踩了，为什么季家人还同意季瑜跟他订婚？李婉费了一番功夫查到内情，原来季瑜有弱精症，有可能这就是他唯一的孩子了。能不生下来吗？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个孩子不一定是季瑜的。温满知道继母和季瑜恨毒了他，一定会用各种手段折磨他，想把孩子打掉，跟家人离开这里，却再次被温家人绑着，卖给了季瑜和继母。第二次将他推进火坑，可惜这次没人会救他了。我不痛不痒的感叹，这算不算另一种意义上的因果循环？李婉沉默了一会儿，脸上闪过一丝怅然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我眉眼柔和下来。李特助，爸妈叫我们回家吃饭了，咱爸钓了好大一条鱼。李婉冷淡的脸上染上暖意，如雪山初霁。好，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